這次的旅行，我將會去清邁參加1年1度的水燈節 Loy Krathong。我將為廣大觀眾親身測試乘坐從曼谷到清邁的9.5小時的隔夜大巴，究竟會讓你的屁股遭受怎樣的酷刑。在清邁，我會在城裡泡幾天，和全世界的遊客一起打卡拍完美照，然後再去最近很火的 Mae Kampong， 看到了當地村民的電音舞蹈和美麗的日出雲海。那就跟着我的腳步一起踏上蘭納之旅吧。出發的當天，我早了3個小時到了新加坡的樟宜機場。這裡的效率還是挺快的，我能夠用這個自助機器來登機和打印機票。本來是想來拍完美照的，但最近新加坡都沒下雨嗎？今天乘坐的航班是酷航，機型是適合長途飛行的波音787 Dreamliner。怎麼最近搭飛機旁邊都沒人的？難道是我襪子的味道嗎？飛機無驚無險地抵達了曼谷的那個很難念的機場的名字。今天我將嘗試在機場搭 Grab 直接去到市區。說實話的，作為東南亞最繁忙的機場之一，這個 Grab 的等候區有點像是趕豬一樣，全世界的遊客都必須在這個擁擠的等候區等待他們的司機。今晚的過夜大巴將會從 Mochett to Bus Terminal 出發。我已經早在3個月前就買好票了，而且買的是頭等座位的票。如果你們也想坐隔夜大巴去清邁，我建議你們早1個小時來前台這裡 check in 加兌換車票。20分鐘後終於辦理好了，現在進去裡面吃個晚飯，喝杯咖啡，拉個屎。Mochett to Bus Terminal 是最近這幾年才新建的巴士總站，這裡能夠通往泰國的北部、南部和中部。如果你是一個人拖着一個大行李，但突然間想上個大號，這裡還有行李箱保管服務呢。每次我來這裡，必定會點這個豬腳飯、烤卡姆，滿滿的膠原蛋白。今晚上我就不需要在大巴上敷面膜了。這裡也有一個付費的豪華 VIP 廁所，能夠讓我在趕路之前洗個澡。這裡面挺不錯，乾淨明亮，而且還有免費的漱口水。花10泰銖有乾淨的廁所用，還是挺值得，因為外面有個大媽守護着。這裡也有個洗澡的地方，在這裡投幣10泰銖用5分鐘。但是這裡的空間很小，沒有地方讓我放東西。幸好我練過瑜伽，能夠單腳擦身體和穿褲子。我忘了說，這裡是不提供肥皂和浴巾的，所以你必須來之前準備。這家大巴公司不錯，不但沒有遲到，而且還早到15分鐘。工作人員服務不錯，而且還很細心。不知道為什麼坐隔夜大巴總是讓我有個莫名的興奮感，可能這個就是為什麼我每次在大巴上睡不着覺的原因吧。這個是一個人一個位置，而且還能夠自動調整上下前後。這個我不知道我在幹什麼，應該是過於興奮吧，還是蠻舒服的。這個位置還能夠監視司機有沒有打瞌睡。如果我晚上睡不着呢，還可以看泰國的連續劇，就是那種和尚與真愛的故事情節。檢查完設備，確保一切都 OK， 我們可以準備離開了。在泰國只遲了10分鐘出發，花錢買頭等位還真的可以。巴士有提供被子，但是我還是建議你們自己帶個外套。他們還提供了很多水和零食，我懷疑他們是不想讓我們睡覺。然後我去參觀了廁所，注意看這個精妙的設計。洗手的水會優雅地流到小便池，然後滑出來弄到我的褲子。
我不敢想象，如果在這裡上大號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然後大巴會在大約凌晨12點半抵達休息區。這裡晚上也沒什麼可以買的，只剩一些水和零食。這裡寫着 VIP， 那就是我吧。都這個時間了，其實監獄套餐也蠻好吃的。回到大巴上，工作人員還給了我一杯咖啡。他們真的是不想我睡覺是嗎？然後終於到清邁了，這個冷風向我擁抱，真的是太爽了。因為現在時間還太早，酒店沒辦法入住，所以我就來這個24小時的點心店吃早餐。這家我已經來了好多年，很值得推薦。之後呢，我就去清邁古城附近轉轉。11月的天氣讓人感到特別的舒服。如果你們也打算來清邁過水燈節，我建議你們早1-2天的時間來。這個時候呢，很多寺廟都已經布置到很漂亮了。而且呢，很多水燈節的儀式都是在正熱之前的早1-2天開始的。接着呢，我想為你們推薦一家華人傳統的早餐店，軟軟的烤麵包配上微甜的卡雅醬料，再加一杯咖啡，這種簡單的套餐就有如泰國的簡單慢生活。這一家是專門賣烤帥咖喱麵的米其林餐廳，每天都得排隊1-2個小時。我就不當大冤種了，畢竟好吃的烤帥不止這一家。這一家是最近才比較受歡迎的，專門賣烤雞和脆皮豬肉。這一家呢是現做現賣的，但是他們是在一個大馬路的旁邊，所以你們看着辦吧。看這個店主的臉滑滑嫩嫩的，就知道他家的肥豬肉有很多膠原蛋白。炸豬皮很香很脆，超級好吃。吃完過後，蚊子都會從我的臉滑下來。因為是清邁的高峰期，所以很多酒店不止提高了價錢，而且還有很多酒店連房間都沒有了。所以我只能住這家有一點歷史的酒店1個晚上。房間挺大，但這個不是蘭納風格，是老舊風格。如果預算不夠，但想要找大一點的房間，又靠近古城，那我會推薦這家。風景就沒什麼好看的，除非你喜歡看鴿子的大便。現在我們來參觀廁所，不錯，該有的都有，而且地方大又乾淨。但是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我喜歡的 rain shower。我叫了 Grab 準備去清邁一個很多人去的地方，但是途中突然間下了雨，所以必須停下來躲雨。這裡是整個清邁最乾淨、最商業化的大水溝，每年都很多人來這裡放水燈。清邁的水燈節本應該不是雨季，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今年每天都在下雨，所以明年要來清邁的小夥伴們就先做好心理準備吧。說真的哦，在這裡放水燈有一點冷清，而且在大水溝放天燈不優雅，我還是到平和那裡放，可能願望會實現得快一點吧。清邁古城裡的寺廟也已經到處佈置了傳統裝飾和點滿了燭火。這裡還有蠟燭出售，可以購買，然後點燃並許下心願，帶來光明與好運。You can go over there to light it. Or you can start from there. Okay. Better over there, you got 4. Okay. Go over there and just light it. Just put it on the table. Yeah, just put it on the table. Light up your life. Okay. 1 for you, 3 for your girlfriend. Thank you. All on the same table? Yeah. Same table. Okay. Fire. Okay. I will put on different table, different girlfriends. 就如和剛才那位大媽所說的，我買了4個蠟燭，打算許下4個願望，每個願望都要有新的女朋友。要是你們在清邁的時間有限，我強烈推薦2座寺廟，其中一座就是這個潘道寺。在這裡給女朋友拍照非常的出片，肯定能抓住她的心。另一座值得來的寺廟是柴迪龍寺，在這裡給女朋友拍照一定能抓住她的人。
逛完了古城，如果你喜歡人擠人的熱鬧和吵鬧，你可以來塔佩門。搞不好今晚全清邁的遊客都聚集在這裡了。我靠！剛才有人摸了我的屁股。今年的水燈節有一點特別，他們在街道中間做了這個雷射表演。這個街道就像是露天的大型 disco。外星人也來放天燈。在垃圾堆前面表演貝多芬神曲，也只有泰國了。我已經到平和附近了，這裡到處都有售賣水燈，不怕買不到。這個小水燈就承載了我2026年的全部願望，但我一個人用一隻手要點亮這個水燈有點困難，所以我只能用這個不優雅的辦法來點着它。這是我第4次點着它，然後走到河旁邊。之前的3次我每走一步火就滅了。啊，希望我2026年身體健康，賺多多錢，交多多女朋友。什麼？放下還不到3秒，都把我女朋友都收走了。在平和附近有很多路邊攤，但是他們賣的東西都是大同小異。如果你不喜歡人擠人，你可以來這些地方 chill， 這裡還能夠毫無壓力的放水燈。今晚我就到這裡吧，已經快24小時沒睡覺了。第二天早上呢，我去了一家我經常會去的完美餐廳。他們家呢最早的時候是一個按摩的地方，也是挺不錯的。我每次來都會點 Egg Benedict， 這2粒雞蛋我已經跟他們混到很熟了。他們倆這麼多年了，味道還是一樣。啊，看着這個蛋黃慢慢的流下來，早上的心情都變好了。之後呢，我就搬來另一家酒店。這家酒店很新，是最近3個月前開的。這裡的水和咖啡是無限提供的，可以自己拿。這裡還有一個小型的游泳池，但是因為最近身體比較虛，再加上11月的清邁比較冷，所以我就不下水了。進來房間看看，還不錯。乾淨又明亮，這裡還提供吹風機、保險箱和多人用過的拖鞋。我唯一不喜歡的就是這個洗漱的地方是在淋浴間外面的，如果是和女朋友來，就不能夠一邊挖鼻孔一邊照鏡子了。馬桶就不用介紹了，我們已經很熟悉了。我選這家酒店的原因純粹是為了這個花灑，這水流大到可以讓你忘記房貸款和所有人生的煩惱。這裡有個小陽台，只是沒什麼特別的，至少對面的人看不到我。這時候的塔佩門已經特別多人了，因為等一下有一個水燈節大遊行。由於泰國王太后近期過世，出於尊重，今年所有的慶典活動，包括遊行，都顯得比較低調。如果你們想無阻擋地觀看遊行，那麼可以到塔佩門對面的星巴克樓上，但是必須趁早來，要不然就沒地方坐了。今年的遊行隊伍陣容依舊有清邁各所大學、國家領事館和航空公司等機構。這裡韓國和日本的領事館也獻出了他們的 cosplay 和跆拳道文化。雖然一看就知道他們平時不怎麼練，但是還是值得鼓勵他們一下。當然，在泰國一定不會少了俊男、美女、同志和人妖的團隊。他對我笑的時候，突然一陣寒風。遊行會持續好幾個小時，從塔佩門一直走到清邁市政廳。在往市政廳的路上，會有很多賣吃的路邊攤。這裡人潮洶湧，蚊子還沒飛到我的皮膚，就已經飽死了。我一不小心上了這個橋，想過去對面，但是中間就被卡死了。我好不容易走到了遊行的終點，隊伍們都會在這裡自行的解散。
我也順便在這裡放水燈，祈福新的一年裡賺大錢娶老婆。但是我的水燈還沒碰到水，就讓這位老哥拿去了。難道他要替我結婚嗎？今晚我就到這裡吧，看遊行也是挺累的。這間酒店的早餐是我吃過以來最好吃、最豐富的。早餐不僅每日會更換菜單，而且還會提供清邁當地的特色美食。過後我來到了塔佩門，看見員工們正在拆除水燈節的裝飾。當天晚上呢，這裡就恢復平時所有的寧靜。而且這些鴿子一大早就開始營業了。看來清邁的生活也和曼谷一樣捲。最近很流行沾有鳥糞的白色裙子嗎？我一直很好奇為什麼塔佩門都沒什麼鳥糞的，原來是每天都會有人來清理。我今天呢，打算在清邁各種的躺平和擺爛，因為明天呢，我將去往一個最近很火的小村莊 Mae Kampong。今天我大概打卡了3-4家網紅咖啡店吧，有很多家我在疫情的時候去過，但是現在很多都沒了。我前幾天已經在網上訂好了前往 Mae Kampong 的車票，所以今天一大早來到了集合點報到。因為這個地方最近很火，所以我建議你們早幾天去買票。雖然今天是平日，但是去 Mae Kampong 的人特別多，整輛車已經滿座了。路程大概1個小時半，如果你們想要自駕也是可以的。現在我已經到 Mae Kampong 了，這裡的氣候比市區有點冷，我已經憋了1個小時的尿，還找不到廁所，就乾脆在這裡吧。我開玩笑的。Mae Kampong 各個角落都是拍照打卡的好機會，一張儲存卡在這裡是完全不夠用的。現在時間還很早，我就來杯咖啡提提神。這裡的網紅咖啡廳環境都很不錯，一坐就可以坐好幾個小時。這裡還有一個小瀑布，能夠讓我泡腳。泡完腳過後呢，我準備上去一個吊橋。這個吊橋不是很高，但是對有恐高症的人是一種挑戰。幸好今天只有我一個人，發出尖叫聲都沒人聽見。其實來 Mae Kampong 的人大多數都是女生，因為他們都想要來這裡拍照。單身的人來這裡應該是可以認識到很多女孩子的。這裡也有很多泰北菜可以品嘗，從普普通通的蒸蛋到特別噁心的蜜蜂窩。但是這裡最受歡迎的是咖喱麵和姆卡塔。這個位於深山裡的小村莊有着很多隱藏的秘密，比如這個藏在屋子後面的小溪，還有這個必須徒步下坡2分鐘才能到達的寺廟。因為今天背着很重的背包，我就不展示我的蜻蜓點水的輕功吧。我住的地方呢，好選不選，就選在了一個很陡的斜坡的正中央，每次來回都是一種極限挑戰。但好在老闆娘的女兒很友善，又很有耐心地回答我各種的問題，我就直接在這裡和她預定今晚的晚餐和明天一大早去爬山看日出的接駁車。幾點นะคะ7 p.m. 這裡的環境還是蠻不錯的，到了晚上就特別的安靜。房間呢就特別的簡單，但是只是住一個晚上，將就還是可以的。但是有一點我不喜歡，如果在這裡上大號，面對牆壁的距離比我和我媽的關係還更靠近呢。從這裡看出去的景色是不錯的，綠油油的，而且空氣很新鮮。現在呢，請跟着我的腳步前往一個秘密通道，去尋找這片森林裡的神秘瀑布。只需要從村莊的主路向這條斜坡走進去，一直往前走，走到有人住的地方，再繼續走，走到你認為走錯路了，再繼續往前走。然後你就會看到這個在石頭上面拜拜的東西，那就走對了。這條道路呢，你會看見很多大自然的生態，會比走那個特別斜的馬路還要好。但是前面有很多關卡，我必須過才能向前進。
這些關卡對像我這樣喜歡冒險和探險的人是小 case 了，輕鬆拿捏。我還遇到了其他 A 級的冒險團隊，我就走慢點聽聽導遊的講解。你們知道這個是什麼嗎？看起來像是外星人在這裡下蛋。突然我來到了這個森林的終極大 boss， 前面2個落腳的距離很大，掉下去就會被沖回清邁。但是因為我是愛貓之人，平時喜歡觀察貓的動作，所以這個對我來說也是小 case 了。這條道路還是蠻輕鬆的，只是下雨過後泥巴路會特別的滑。在這裡我摔了一跤，但是連貓都會有失腳的時候。現在我終於走出來了，前方就是 Mekongpong 的瀑布。其實這裡也沒什麼的，平時會有很多當地人來這裡拍照和泡泡腳。還有就是這裡的水特別的冷，很不適合泡水。這裡還能繼續爬到山頂，但我今天不想爬了，我住的地方已經有很陡的坡要爬了。回程的路呢，我就走這個主幹道，一路下坡去一個網紅咖啡廳。很多來 Mekongpong 的人都會來這個咖啡廳，因為從這裡你能夠俯視整個 Mekongpong 的村莊。接下來呢，我來到了這個人氣很高的餐館，他們家的咖喱麵和烤豬肉是真的不錯，而且這裡的環境和風景，一坐下來就不想離開了。其實想要離開也不能夠離開，因為現在在下大雨。雨一下完，就很多00後的人出來拍完美照了。今天可是平熱呀，在網上看到很多博主說這裡平熱是死城，那都是騙人的。今天還讓我遇見了 Mekongpong 的電音街舞大媽，她可是這個小村莊的旅遊大使啊。哦耶！哦。結果他的舞蹈啟發了我，買了這根帶有電音靈魂的雞腸。一到了晚上，整個村莊的感覺就像是聖誕村。這個時間還在這裡的人，全部都是留在村莊一個晚上的。然後過了差不多7、8點，這裡就會變得越來越少人了。我的晚餐也準備好了，泰式姆卡塔加1瓶啤酒。一個人獨自享受的感覺真的是很不錯。隔天早上呢，我5點多就起來了，已經有大概3、4輛接駁車經過我了，感覺今天早上全村的旅客都去看日出。可能是因為太早的關係，而且又特別冷，所以車上的人都不怎麼歡迎我。算下來，今天早上應該有10幾輛接駁車去山頂吧。這山頂的路下到我全身都在發抖，不止完全沒有路燈，而且路又窄，又很多地方在修路。總算是到了，先來杯咖啡壓壓驚吧。如果你們來這裡，一定要嘗一嘗這個用炭泡的咖啡。接下來呢，我們還得在沒有路燈的情況下徒步爬上觀景台。現在還很暗，所以必須特別小心，不然掉下去就 game over 了。來看日出的人還真不少，今天的天氣看起來應該不錯，可以看得到完美的日出。太陽慢慢的出來了，連這條狗都不理我了，直接去歡迎第一道曙光。看來 Phuket 山還是捕捉不到這個震撼的日出。我現在用的是手機，拍的跟我用肉眼看見是一樣的。在回程的路上，我才發現早上能夠安全的抵達山頂是多麼幸運的事。幸好司機人很好，還順路帶我們去看瀑布壓壓驚。民宿的早餐真的很豐富，我一個人吃到快走不動了，食材也特別新鮮。
本來是想在離開之前打卡這個咖啡店，但是今天沒開，那就算了，我就直接無消費的打卡。回去清邁的車也是在同樣的地方上，已經有很多人在等了。如果清邁你已經來過幾次了，我會建議你抽一天去 Mae Kampong。這裡空氣清新，食物好吃，環境也很舒服，是那種可以慢慢走、慢慢感受的小地方。那好了，這次的清邁之旅就到這裡告一段落了。抱歉，視頻拖了這麼久才剪輯完成。順便想分享一下泰國航空的轉機服務，真的很貼心。有泰國小姐姐擔心我迷路，特地在出口等我，還一路帶我到下一個航班的登機口。感謝各位的觀看，我們下個旅行再見吧。